大家好，欢迎回到宋时新语啊！好久没和大家聊 LK99 相关的论文了啊，因为这方面论文呢确实最近比较少。刚刚有一篇剑桥大学的预印版论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这篇论文呢，可以说把 LK99 这1年来的这个研究做了一个回顾，并且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想法。我们看一下这篇论文啊。这篇论文的标题是呢叫 Non-Fermi Liquid to Charge Transfer Multi-Insulator in Blend Bands of Cooper-Doped Lead Dipeptide， 就是铜掺杂铅磷灰石平带中的非费米液体到电荷转移莫特绝缘体这篇论文的作者呢是来自多个知名研究机构具备比较深厚的材料科学和物理学背景。其中这个一作叫 Sun Woo Kim 这个应该翻译成金善宇，这是韩国人，可能他来自剑桥大学材料科学与冶金系目前是剑桥和伦敦公安学院的联合培训博士生我们看一下他的简历。这小伙子他专注于平带系统中的电子关联现象负责 DFT 计算和电子结构的分析。然后就是 Christian O 这是罗格斯大学的教授以研究这个平均场理论而知名。那么他是大神负责 eDFT 的计算和理论分析。再一位呢就是Gorga Lucien Pascat 他是罗马尼亚的叫亚斯特凡切尔马雷大学的研究员他专注于凝聚态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那么参与就电子结构的计算和数据分析。最后就是通讯作者 Bartomeu Montserrat， 他是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研究员专长于理论物理学和计算材料科学，负责研究的规划、监督和论文撰写。所以这个团队呢还是结合了材料科学、物理学和计算技术应该说深入探讨了 LK99 的这个电子关联现象我们看一下论文的概述说呢，电子平带指的是电子的能量在动量空间内被限制在一个狭长的能量窗口的现象，这源于电子在时空间中的强局域化。平带具有高态密度和抑制的动能，这放大了电子关联效应，这使得平带系统成为研究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引用12铁磁性基子绝缘体、莫特绝缘体、非费米液体行为以及非传统超导性这些奇异多体量子现象的一个有趣平台平带材料的典型例子包括在磁场下的二维材料中的廊道能级和具有局域化 F 电子的重费米电子系统。那近年来呢，具有高可调性的扭曲摩尔系统和可国美材料呢，它研究进展开启了平带材料研究的新篇章，激发了研究者探索这些材料强关联物理，以理解高温非常规超导的机制，并朝向实现常温超导的梦想迈进。那铜掺杂铅磷灰石称为 LK99 最初被认为是一种常温超导体。基于密度泛函理论 DFT 它早期理论研究给这个兴趣提供了动力。这些研究识别出了穿过费米面的非常狭窄的平带，暗示了可能的高温平带超导性。然后随后的实验研究表明 LK99 是绝缘体而非超导体，并澄清了最初的超导转变相关的电阻下降呢，实际上是由硫化亚铜杂质的一级结构相变引起的。DFT 计算包括铁磁性和无长程磁性序的动力学平均场理论，它的计算呢也支持了 LK99 的绝缘性。对于金属模型中超导临界温度的各种理论估计值都明显低于常温。尽管物理尽管缺乏这个高温超导性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LK99 化合物代表了一类有趣的平带材料，用于探索强关联物理。在无相互作用的极限下，它表现出了探索关联效应的理想条件，因为这些平带恰好位于费米面，并且部分填充
且与其他的能带隔离，类似于扭曲摩尔系统的情况，是铜掺杂铅磷灰石系统。特别有趣的是，它包含有2个不同的平带，要么是2个纠缠的平带，要么是穿过费米面的2个单的平带，就是单个平带。所以这2个平带出现呢，在最初宣称的 LK99 结构中，而单个平带则出现在可能的低温或者铜掺杂在不同位点的另一种结构中。在 LK99 样品中观察到了无长程磁序的绝缘状态，确实支持了平带的关联绝缘状态。此外呢，最近在硫掺杂的 LK99 样品中观察到了具有非费米液体行为的关联金属相，进一步证实了强关联物理的有趣性。所以这篇论文啊，主要就是强调了他们研究的这个铜掺杂铅磷灰石中的这个电子关联现象啊，特别是集中在平带系统中从非费米液体到莫特绝缘体的转变。尽管最初的 LK99 呢被认为可能是常温超导体，但后来的研究表明它是一种宽带系的绝缘体。所以这个论文就指出呢，尽管 LK99 没有表现出超导性，但是它独特的平带结构使它成为研究强关联电子行为的一个有趣平台。那么通过电子结构计算展示了2种不同的平带系统中 LK99 是如何表现出非费米液体行为和莫特绝缘体状态。那么研究表明在 LK99 中呢，强关联电子效应可能导致电荷转移性莫特绝缘体的形成，而这种现象在多平带系统和单平带系统中表现出了显著的不同的这种电子行为。那这篇论文呢，有个关键发现呢，就是平带系统中的这个强关联效应作者呢通过构建铜掺杂铅磷灰石的这个关联相图，揭示了在不同的铜掺杂位点和晶体结构中 LK99 它表现出非费米液体行为和莫特绝缘体状态。研究发现这些现象和平带中的电子强关联效应是密切相关的。多平带和单平带的对比，那么研究展示了这个多个平带系统就 P3 结构和单平带系统 P1 结构，就是铅的不同位点非费米液体行为的不同特征。在多平带系统中呢，这个非费米液体表现出奇异金属行为；在单平带系统中呢，非费米液体的表现出就是类伪能系的这种行为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莫特绝缘体的形成也研究进一步指出呢，无论是在多平台还是单平台系统中 LK99 最终都会随着电子关联强度的增加而转变为电荷转移型的莫特绝缘体。论文的结论最后他说呢，我们的研究表明 LK99 及其相关化合物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平台用于研究多平台和单平带系统关联物理具体来说呢，多平带系统表现出与单平带系统显著不同的关联金属相，提供了在平带材料中研究关联现象的宝贵见解这在当前对摩尔和可光美材料中关联效应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可能适用于掺杂有过渡金属或者稀土元素的半导体系统。这些掺杂会形成高度局域化的状态那么我们计算出的关联相图涵盖了从莫特绝缘体到非费米液体金属它的这个转变，这和同氧化合物超导体中观察到的现象具有相似之处尽管 LK99 化合物没有常温超导性，但这种比较呢，促使在未来的实验和理论研究中进一步探索这些引人入胜的相似点。所以呢，这是一篇理论研究的论文里面有很多大家听过的这个名词儿比如论文一开始就说的这个平带是吧？所以这种远离我们生活的物理学概念如果比喻一下的话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电子在物质内部就像人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是吧？如果这条高速公路是平直的，就是能量带宽很窄，也就是平带，那么车速几乎就不变定速巡航，那车流量也就是电子的密度呢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啊。对于电子来说呢，平态就意味着它们的能量不随位置而改变，你不用加油门，也不用刹车，这就是它们被困在某个能量水平附近，它们无法自由移动了。所以这种被困的状态会导致呢，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非常强烈，影响了整个这个物质的行为。那什么是窄带呢？窄带呢和平带是有点类似的，但是它们并不完全平的啊，而是非常狭窄的能量范围。你想象一下，这个一条小路上开车，对吧？虽然是小路，并不是完全平直的，但因为路窄嘛，就是所谓的能量带，这个能量带比较窄啊，带宽窄，所以车速变化也很小。所以窄带呢会导致电子的运动受到限制，从而增强呢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这最后呢就是所谓的强关联电子行为就发生了。什么是强关联电子行为呢？那么在刚才说的平带或者窄带中呢，电子之间的对话会变得非常的频繁和强烈。那么这些电子就像一群人啊，我们在狭窄的这个空间里边啊，他们的行为呢不仅取决于他自身，也取决于周围其他人的这个行为的这个顷刻影响。所以这种现象就称为强关联电子行为。这种行为呢，在某些材料中啊，还会导致非常特殊的现象，比如说超导啊，电阻突然降低，或者呢莫名其妙的这个磁性的变化。再一个就是奇异金属啊，那什么是奇异金属呢？通常呢，我们说金属的电阻啊，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因为温度升高会让电子的行驶啊就变得更困难。但是呢，在某些材料中啊，电子的行为是非常奇怪的，它们的电阻呢会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发生变化，甚至表现出和传统金属完全不同的这种特性。我们把这种表现呢异常的金属呢就称为奇异金属 strange metal 啊。奇异金属啊，它们的电阻力和温度之间关系呢和传统金属是不同的，通常表现出和温度的线性关系。这种线性关系啊，表明奇异金属中这个电子散射的机制可能和传统金属不同啊，而且与温度呢直接相关。所以奇异金属的这种电阻力的行为呢，常常和强关联电子行为相关。比如说高温超导体的这个母体材料啊，或者是某些重费米子材料。那我比较关注的是这篇论文中啊引用了这个戴苑和习老师他们的研究啊，就是引用44啊。特别是在讨论和 LK99 相关的奇异金属行为的时候呢，论文指出啊，王博士的实验工作观察到在硫掺杂 LK99 中存在奇异金属行为，并且伴随着强烈的抗磁性响应。那这一发现再次引发了对 LK99 系统中超导性存在的讨论。那具体来说呢，他们的论文里边就讨论了在硫铜共存的共掺杂的铅磷灰石中啊，实验观察到了与其他非常规超导体相似的奇异金属行为以及强抗磁性响应。所以论文进一步就解释，尽管奇异金属行为的存在可能是由系统的平带引起的强电子关联所导致的，但是这种奇异金属项的存在并不一定保证超导性的存在。那研究表明呢 ，LK99 的自旋交换还是比较小的，这可能排除了类似于铜氧化物超导体中的高温非常规超导性的可能性。所以他总结来说呢，就是王博士的研究啊，为理解 LK99 系统中潜在的奇异金属行为提供了实验依据。这种行为呢，可能与超导性相关。当然，这个研究也指出啊，这并不意味着超导性必然存在。我们之前讲过这个被称为这种优雅合成是吧？戴苑的这个，它是不可能无果而终的啊。这些顶尖机构，比如说剑桥大学卡文迪区实验室，也都在关注郑可爱戴的这个研究。所以我们不敢说这个国内某些人是鼠目寸光啊。那这真不是我们崇洋媚外啊，而是事实如此。科学研究呢都是确定的如果是无疑的上来就被所谓的主流学阀领导肯定的，那他肯定的就是什么呢？是猪屁股，是大猪蹄子是吧？那不是科学研究那是关系学研究对于新生事物没被领导点头的东西而不屑一顾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科研现状，所以很无奈吧。所以这篇论文啊，更有意思的是呢，他几乎给这1年以来的这个 LK99 的研究啊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总结。我们看看这个论文中的引用和讨论啊。那么第一呢，就是 LK99 的初次发现和超导性的假设啊，就是引用19到20。那么最初呢是李世培等人提出的研究啊，声称 LK99 呢是一种常温超导体。然后呢这个发现呢引发了科学界的关注，是吧？因为如果属实啊，这将是材料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那么再接着呢就是理论支持啊，就是基于密度泛函理论 DFT 的一些早期的计算表明呢 ，LK99 具有平带结构，这可能支持高温超导性，所以这个理论假设呢，就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 LK99 的研究热情。那第二呢，就是实验反驳与 LK99 绝缘性的确认啊，就开始有反转了。引用25到31，在随后的实验中啊 ，LK99 被证明并非超导体，而是绝缘体。实验数据澄清了最初关于超导性的错误认知，并揭示了材料的实际电学性质。例如，最初认为超导转变其实是由硫化亚铜杂质的相变引起的。那这些研究啊，将 LK99 从超导材料的讨论中排除出来，转向了对其绝缘性和其他潜在现象的解释。那第三呢，就是理论的分析和关联效应啊，在多项研究中啊，就是引用37到39啊，包括动态平均场理论啊。DMFT 的计算进一步支持了 LK9 的绝缘性。这些研究啊，帮助解释了 LK9 的电子结构，尤其是其与强电子关联行为的联系。再就是莫特绝缘体啊，一些研究表明啊 ，LK99 可能是一种电荷转移性的莫特绝缘体。莫特绝缘体的形成呢，通常和强电子关联效应相关，这就使得 LK99 成为研究强电子关联行为的有趣对象。然后呢，第四啊，就是我们说奇异金属行为的发现啊。那么在王等人的研究，在硫掺杂 LK99 样品中观察到了奇异金属行为以及强抗磁性的响应。那这一发现重新点燃了对 LK99 的研究兴趣，因为奇异金属行为啊，通常和非常规超导性有关。虽然这个现象呢，并不一定表明 LK99 具有超导性，但是呢，它确实提供了啊与这个下一步啊进一步研究的这个方向。这是这个论文引用啊。第五呢，就是 LK99 和平带材料的联系。那平带结构啊，就是 LK99 的平带结构呢，使它成为研究强关联电子行为的一个重要平台。那平带材料在物理学中呢是备受关注的，因为它们可能导致非常规超导性和其他奇异现象。再一个呢，就是关于平带材料的研究，比如说扭曲莫尔系统为理解 LK99 中的电子关联提供了背景。这些研究表明啊，平带结构中的电子行为与传统材料中的电子行为啊是显著不同的。再一个呢，就是最后理论模型和未来的展望啊，这是引用47到49。关于Holt耦合和强关联材料的进一步研究，解释了 LK99 的非费米液体行为。这些模型帮助解释了 LK99 的金属绝缘体转变，并提供了预测未来可能实验结果的理论框架。再一个就是奇异金属的扩展。尽管 LK99 呢未能实现常温超导性，但它可能代表了一类新的奇异金属材料。这种材料的研究呢，有助于进一步就理解非常规超导性背后的机制，它可能带来未来技术的突破。所以这个最后结论呢，就是 LK99 它虽然没能成为预期的常温超导体，但是它的平带结构和强关联电子效应呢，使它成为研究奇异超导体和莫特绝缘体的重要材料。所以这个研究价值呢，不仅在于纠正了早期的错误认识，还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那当然了，这篇论文也是一家之言而且很有可能最终也能在正刊发表。理论研究的论文呢，相对来说发表还是比较容易的。我指比真正的合成实验烧炉子因为这不是一个维度的操作了。那这篇论文一个最大的爆点呢，是作者认为LK99 的这个平带
某种程度上和曹原啊，就是原神它的魔角石墨烯系统啊，有类似的研究价值。所以论文啊还引用了曹原博士的2篇 Nature 论文啊，这些论文啊就涉及到了魔角石墨烯晶格中的非常规超导性和相关的绝缘体行为。所以在这篇文章中呢，作者引用了这些研究呢来说明平带材料中的强关联电子现象啊。具体来说呀，原神的研究呢就展示了在扭曲的莫尔材料，比如说魔角石墨烯里边啊出现的这个平带结构，而这些平带啊，由于电子的局域化，导致了高密度的电子态，并且极大的增强了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这些特性呢，使得这个魔角石墨烯成为研究非常规超导性和相关现象的一个重要平台。换句话说呢，就是铜掺杂铅磷灰石可能成为一个类似于魔角石墨烯的这么个研究平台。尽管目前呢还没有证据表明 LK99 具有超导性，但是它的平带结构仍然使它成为研究强电子关联行为的一个重要系统啊。所以研究这种材料仍然这个它的就是关联效应啊，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的理解平带材料的复杂物理现象，这在未来啊可能推动非常规超导体和其他电子材料的研究发展。好吧，这就是关于一篇新的剑桥大学的一篇关于 LK99 的这么一篇理论研究或者综述性的论文的这个情况啊，里边提到了原神的论文，也提到了所有的这个理论研究论文啊，像Griffin 啊、思良啊，包括可爱呆他们的这个最新的理论掺杂的论文啊，这篇论文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应该说在LK99 出来1年之后啊，有这么一篇论文，虽然它没有肯定这个十分超导性，但是它毕竟啊对这种材料它的未来价值给了一定的期许啊，这和我们过去的这个导吹啊，我是一贯是超导吹的导吹的里边，我一直说呀，这种材料啊可能给我们的这个超导或者材料研究啊打开了一扇窗。现在呢，看来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了啊，别人呢可能不是一言假，而是都在悄悄的研究。好的，这就是关于 LK99 最新的一篇论文，向大家介绍到这里。你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啊！以后如果还有相关的新的论文，也会及时给大家介绍。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